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环球快讯综合频道。本期视频要与大家谈论的话题是因果报应、十殿阎王及地狱刑罚第4集。上一集为大家讲解了十殿阎王之第2殿楚江王及其所辖地狱，未看过的朋友可点击屏幕右上角的链接。这一集将为大家介绍一下十殿阎王之第3殿宋帝王及其所辖地狱。宋帝王姓于，诞辰于农历2月初8日。本殿掌管大海之底，东南方卧桥石下的黑绳大地狱，此狱宽广8000里，500由旬，并另设16小地狱，专司在阳间忤逆尊长、背信弃义、教唆兴讼等罪。人死后，亡魂于37之日移交第3殿宋帝大王处受审。宋帝王生性仁孝，心地纯净，然嫉恶如仇，明察秋毫，对散播邪知邪见者、狂诞不经、胆大妄为者、忘恩负义、污蔑于人者，或是杀成性残酷狠毒者，或为恶人狡辩脱罪者等等，绝不宽恕，必压堕至本殿所设之种种地狱。此时宋帝王正盛怒审判一群顽劣不孝子女，忘恩负义为争家产逼死老父的案件。先由当地城隍提报，又有判官查察司举证历历，令罪犯百口莫辩，俯首认罪情形。本殿设有小地狱16处，有倒冲地狱、挖眼地狱、倒吊地狱、吸血地狱、驱逐地狱及穿泪地狱等，无不残忍严酷。这一切无非是罪犯恶业所造，冤怨所成，残酷凄惨，无与伦比。堕入者哀嚎不断，直至宵夜为止。尤其今之社会，无德当道，伦理道德荡然无存，教育不再树立人格，且无品邪说充斥于世，色情毒品泛滥成灾，导致多少无知学子因毒堕落，因色戕身，未婚怀孕、堕胎、弃婴、忧郁寻短，比比皆定，岂不哀哉？当知种种罪行杀业最重，于杀业中最残酷者，为枪杀亲生骨肉之毁伦绝嗣重罪。亲生骨肉可杀，何类不可杀？如是重罪，永堕脓血地狱之报。彼倡导无品邪说者，永堕粪尿地狱，百千万劫求出无期。胡乱倡导，罪恶不可胜数，报应亦不可胜数。倒冲地狱，瓜民之高满私欲，倒废冲心报此身。堕此地狱之罪犯，个个容光焕发，意气洋洋，不难想象他们在世间时是何等之风光了。谚云：身在宫门好修行。世间多少高官显要，甚至位居极品，谁真心为民解困呢？却只心恋权位，或结党营私，玩弄权势，搜刮民膏，制造紊乱，坐收渔利，甚至塑造个人图腾，蛊惑崇拜，颠覆正义，诋毁伦理，居心恶毒。此时福报耗尽，业债高筑，堕于倒冲地狱，悔之晚矣。倒冲地狱为不死地狱，罪犯拖入臼中，石杵捣其心胸长度，顿时皮开肉绽，血肉模糊，再倒则成酱泥。罪人经历哀嚎之声，回荡山谷，凄惨哭号，恐怖不已。罪犯心胸虽成肉泥，依然未死，力差将之拖出，换另一罪人倒冲。待另一罪人血肉模糊时，前位罪犯已见复原，再送进倒冲。如此轮流不歇，折磨或经百千万年，待罪消尽，再押往其他地狱继续受刑。抠眼地狱，千锤万捣苦，只缘心眼多。眼为灵魂之窗，蒙混不得；心为良知之源，污染不得。凡在世间昧其良心，幸灾乐祸，助人为恶者，不但堕入倒冲地狱，同时也多挖眼、抠心地狱。论其罪，既多方为害，自非单一地狱即可了结。狱中罪犯多是生前身居要职，却识人不清，用人不当，以致危害人民权益，或眼光短浅，极度贤能，见利忘义，阿谀奉承，挖人隐私，为人作伪，设计阴谋，陷害贤良，夺人产业，或排斥圣道，张扬淫秽，如此心眼，有愧灵魂之窗，良知之源，当堕挖眼地狱。心眼不明，何其短短数十年之身，却举千万年之债，受此地狱凄凉果报。倒考地狱，人耶兽耶同此心，如也我也共此身。
漫天火海，烧红铁柱的山谷，熊熊烈火，万年不息，绵延千百里。垂岩之上倒悬着一串串罪犯，排列整齐，有男有女，声嘶力竭，凄厉哀嚎着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采，活像生烤乳猪，令人观之胆战心惊。原来这批罪犯生前多是聪明绝顶之人，适才善辩，颠倒是非，诬枉他人，制造矛盾，分化善良，破坏道场，离间和合众，或机心巧设陷阱，引诱猎杀飞禽走兽，或欺凌弱势族群，虐待动物，或手段残酷，毒杀水族，放火烧山，或火烤牲畜，掳人勒索，杀人灭尸，种种狠毒行径，令人发指。堕此地狱，只不过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而已。越足地狱，跋扈尖酸一怨恨，如何立足在人间？参不透，想不通，人身难得，如今享富贵握权柄，皆是宿世修德所致，为何不知珍惜，将其耗损殆尽，反赚得一身冤孽仇恨到幽冥？越足地狱，血肉横飞，嚎啕遍野，触目惊心，真是惨透了。堕此地狱，大半是有福无量，心地狭窄，为富不仁，好争好权，阴狠刻薄之人。为人骄纵自大，只顾眼前利害，不留余地，傲慢善极，稍有伏逆，必加反击，令人无以立足，因而走上绝路。此地狱有无数身材魁梧之力差，手执钢斧，孔武有力，见罪犯就砍其双足，然后任其血流至尽而死，死而复生，生而复跃，循环不断，周而复始，至其业消怨结而止。以后投胎，亦为卑贱之人，或低等众生。吸血地狱，寸丝粒粟皆心血，滴水不漏爆诸身。吸血地狱处在黑绳大玉礁岩垂乳洞穴之中，阴风惨惨，暗淡无光，洞深数百里，布满吸血之魑魅、秃鹰、蝙蝠、毒蛇等，一旦堕入狱中，即蜂拥而至，直扑罪犯，紧捏动脉，吸血直至干涸而死。但夜风一吹，死而复生，如此酷刑不计其年，苦痛之极。古德云：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。但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几人能洁身自爱，惜福安分呢？虽遍读经史，多少血淋淋之因果报应实例，却熟视无睹。一旦得权柄，遂起贪心，不恤民末，巧窃国库，搜刮民脂，或为富不仁，高利贷款，乘人之危，压榨穷困，甚至逼人走上绝路。如是罪业，果报不爽，当知一丝一缕，粒米滴水，皆成血债，贪得越多，还报越惨，此罪受尽，尚有他狱伺候。驱逐地狱，飞蝇虽厌怀蛆臭，金缕皮囊腐化心。人的罪行，无不起于贪心，表面是提倡人权，实际是增长我见，导致礼崩乐坏，自情放纵，大开无忌惮之门。某些人物每为己私，不惜违背良心，毁人养己，黑函伪证，攻讦阿谀，以绝利益权位，伪饰光鲜躯壳，以满足其私欲，殊不知其内心裹着丑陋龌龊及腐臭。其言行使社会价值观念扭曲，人性堕落，以致充满荒淫无道，杀戮血腥，令人惶惶不可终日。驱逐地狱罪犯，个个生前皆有光鲜外壳，却怀着满腹的坏水。堕此地狱后，依然生命坚韧，意志清醒。此狱虽无厉鬼蹂躏，内脏却自行腐败，万躯钻动，啃噬蛀食，从心肺始，继而肝肠脾胃，乃至全身经络血脉，由内向外扩充肆虐，每分每寸无不感受锥心摧残之痛，其情其境，则难以言喻。穿泪地狱，如山恩义千吨重，备得难平公道心。人生在世，从生到死，多在受恩，少在施予，天地抚育，父母养育，师长教育，众生培育之恩，理当洁身自爱，知恩报恩。凡事为人不忠、不孝、寡廉、先耻，为官不正，无心恤民，为人子者，不念祖德，其他如毁人名节，损人坟墓风水，助恶为虐，欺压善良，以及玩弄法纪，破坏道场，离间和合众等，皆罪大恶极，愧为人身，
死后必堕川类地狱。川类地狱处于崎岖嶙峋山谷之间，罪犯堕此，备有千吨巨石，皆是罪犯业力凝固而成，坚硬无比。每巨石之一端嵌锁聚链，另一端穿扣于罪犯肋骨或腰脊之上，于崎岖山谷间不停来回脱磨。巨石之上还站夜叉一名，一手执矛戟，一手挥鞭独踏，直至万里崎岖不平之大道与巨石同时磨平消尽为止。抽筋地狱，聪明挑动每条筋，神鬼不容挟制人。五官王殿左侧，但听到不断有拉脚之吆喝声传来，原来是2名青绿色夜叉把一个看似西洋人之罪犯锁在一副抽筋刑具上。前面那名夜叉闭口怒目，双脚踏着罪犯脚面，双手扣住犯人手腕，大声喝叫。后面那名戴着头巾之夜叉，右手指着罪犯，左手绞着纺轮，口中大吼一声拉，中间锁住之罪犯在背脊处挑出无数大小金条，绞入纺轮，使劲抽绞。这时罪犯两眼暴突，张口哭号，哀嚎2字尚不足以形容其惨状。原来这罪犯生前聪明绝顶，便游各大洲，发明提炼各种麻醉性毒品，违法牟利，又散播淫书邪见，招摇撞骗，拐诱妇女，毒害幼苗，其罪滔天，鬼神难容。行善无古今，造恶无中外，天堂地狱方心间，与种族、身份、知识、地位毫无关系。堕此地狱，受刑时发出痛苦哀嚎之声，不分中外，则是共通的语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先到此为止，下期视频将为大家介绍十殿阎王之第4殿五官王及其所辖之地狱。如果阁下喜欢本频道，欢迎订阅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次再见。